你好呀，这里是猫猫的投资笔记。今天这家公司刚交出了近几年最亮眼的一份财报，同店销售增长 6%， 每股盈利同比飙升 29%。然而就在财报公布后的2周内，包括 CEO、CFO 和执行主席在内的5位高管，在股价接近历史最高点时，合计减持了价值2771万美元的自家股票。这家公司叫 TJX， 你可能没听过它的名字，全球门店多达5262家，是全球最大的折扣零售商。它的生意逻辑很特别，属于典型的逆周期。经济下行时，消费者不是不消费，而是从百货商场转向更实惠的折扣点。别人在寒冬里收缩，它却能趁机抢占市场份额。我的观点先放在这儿，这家公司本身值得长期看好，但以当前的股价来看，并不适合追高买入。有4个关键数字能精准勾勒出当前 TJX 的经营画像。首先是滚动1年高达 61.3% 的 ROE。 要知道多数消费股能做到 20% 就已是行业内的优秀水平。其次是最新季度同店销售录得 6% 的增长，其中家居板块 Home Goods 更表现亮眼，增速达到 9%。 不过也有值得关注的点，目前自由现金流收益率仅为 2.95%， 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 4.3%， 两者之间形成了负利差。最后看公司给出的全年业绩指引，这意味着在第一季度之后的3个季度里，盈利将面临零增长的局面。TJX 最新收盘价为 150.90 美元，过去52周股价波动区间在 118.09 美元至 170.00 美元之间，目前较年内高点回落 11.2%。 拉长到1年周期看， TJX 累计上涨 21.5%， 同期标普500指数涨幅为 20.1%。 历经1整年的市场波动，最终仅获得几乎可以忽略的超额收益。从股价走势节奏来看，脉络十分清晰。5月20日，公司发布超预期财报后，股价走强。6月初，高管开始减持股份。6月12日，股价触及阶段高点 168.41 美元。随后在6月25日，单日暴跌 6%。技术面信号同样偏空， EMA12 已跌破 EMA26， 形成死叉。 MACD 指标数值为负 2.07， 且负值仍在扩大。股价目前已跌破20日至200日所有均线，其中200日均线位于 153.37 美元，对当前股价构成上方压力。 ADX 指标读数达 27.7， 超过25的阈值，表明当前下跌并非随机震荡，而是带有明确方向的抛售行为。唯一的积极信号是 KDJ 指标已降至 18.2， 进入超卖区间。不过 RSI 指标仍有 38.4， 尚未进入传统超卖区域，因此跌后必有反弹的判断暂时难以成立。接下来聊聊我认为这只股票目前最核心的部分，估值。 TJX 当前滚动市盈率为 29.4 倍，若以过去5年为时间维度，处于 62% 分位，属于中性偏贵水平。但仅聚焦过去1年，该市盈率则处于 4% 分位，是1年来的最低位。同一只股票，因时间尺度不同，估值结论截然相反。用当期盈利计算市盈率，就如同仅依据一个人当下的月薪来评估其身价，却忽略了他明年是否会涨薪。这里有个值得玩味的信号，公司给出的全年每股盈利指引区间为 5.08 至 5.15 美元，而分析师的一致预期达 5.21 美元，高于止盈上沿。这意味着市场已提前将业绩在超预期的可能性纳入当前股价考量。再看 PEG 指标，当前数值为 3.26， 而成长股通常将2倍 PEG 视为警戒线，这一水平显然偏高。我还做了反向现金流折现分析，核心问题是以当前股价计算，未来5年自由现金流需保持何种增速才能支撑该估值。结果显示需要 11% 至 16% 的增速，然而 TJX 的可持续增速仅为 6% 至 8%， 两者存在明显差距。此外，19位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均值为 177.63 美元。我们先聊聊基本面的亮点，毛利率 31.4%， 营业利润率 11.8%， 净利率 9.4%。 要知道，零售本就是薄利行当，每卖100块能净赚9.4块，营业利润率甚至跑赢了同赛道的 Ross 和 Burlington。 再看那个亮眼的 61.3% ROE， 拆开来分析更有意思。
净利率 9.40%， 乘资产周转率 1.811， 乘权益乘数 3.598， 前两项相乘就得出 17% 的总资产收益率，这水平甩开了绝大多数零售商。不过这里得澄清一下第三项权益乘数的误区。数据网站显示 TJX 总债务 141.8亿美元，但其中 113.1亿是门店租赁负债，真正的有息借款只有 28.7亿，而账上现金有 55.8亿，算下来它其实是净现金 27.1亿美元。所以这个高 ROE 核心是靠实打实的赚钱能力和周转效率撑起来的，只是常年回购把账面净资产做小了，才放大了比率。另外它的贝塔只有 0.62， 股息加回购的股东回报率能到 3%， 稳定性也不错，但问题也很尖锐，甚至比表面看起来更棘手。公司财报里明确说了一句，不会把第一季度超预期的成果全额纳入全年指引，原因是预计燃油成本上升。细算一下就懂这句话的分量，全年每股盈利指引中值是 5.115 美元，第一季度已经赚了 1.19 美元，剩下3个季度只剩 3.925 美元可赚，而去年同期这3个季度赚了 3.95 美元，也就是说按公司自己给的指引，第一季度之后的盈利同比基本是零增长。再看那个让人眼前一亮的170个基点利润率扩张，其中有一块来自燃油对冲，属于一次性收益，到了下半年还会反过来拖累利润。第二季度的指引已经把税前利润率从 12.0% 下调到 11.4%， 是 11.5% 区间，这才是股价从168美元跌到151美元的真正原因。还有高管减持的事，美国高管可以通过预设计划提前设定价位自动卖出，这种情况市场通常不视为看空信号，但我翻了8份原始申报，发现标记是否预设计划的字段全都是否，这不是程序化的被动卖出，而是5个最了解公司情况的人各自选了10点，在股价高位主动按下了卖出键，之后股价就跌了 10%。 我梳理了3种情景，多头情景概率 25%， 目标价185到195美元。若同店销售维持 5% 以上增长，燃油冲击好于预期，估值有望回升至 32.4 倍。基准情景概率 50%， 目标价155到165美元。业绩达指引上沿，明年每股盈利兑现市场共识的 5.71 美元，估值回归5年中位 28.1 倍。空头情景概率 25%，目标价125到135美元。燃油与关税侵蚀利润率，同店销售降至 1% 到 2%， 估值下杀至24倍。经加权计算，综合目标价约 160.3 美元，叠加股息后1年预期总回报约 7.5%。 当前股价处于基准情景下沿，向上攻坚仅 6% 出头，向下风险大负 15.7%，风险收益比暂不支持当前介入。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目标买入区间145到148美元，我不会在150美元上方追，等回调到145到148见第一笔，跌破145且 RSI 掉到30以下，那是第二笔。确认信号有2个， EMA12 重新上穿 EMA26， 股价站回 153.37 美元之上。在这之前，别用基本面好去对抗一个 ADX 27.7 的下跌趋势，那是要付学费的。止损放在134美元附近，这不是随手画的，5年市盈率的 25% 分位 25.8 倍，对应正好134美元出头。跌破那里，说明市场不是在做短线回调，而是在重新定价。最该盯的是8月中旬的第二季度财报，就看一个数字，税前利润率能不能守住 11.4%， 守住了估值可以修复，守不住134美元是下一个要测试的位置。总结一句话，好公司一般的价格，糟糕的时机。 TGX 值得长期持有，但不值得今天用 150.90 美元去追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TJX，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。觉得内容有用的话，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